都起来吧。谢格格。柳寒香，本格格的衣服呢？回格格的话，还差一点儿。哦，还差一点儿是吗？是，只要在……柳寒香，虽说主子打奴才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可是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偷懒，到现在衣服都还没做好，当然该打。雪雁格格，童思库，你是想包庇柳寒香呢，还是想替她受过呀？请格格开恩，实在是因为韩香的手受了伤，所以才……你这个该死的奴才，你还想找理由吗？雪雁格格，韩香的手真的是受了伤，其实她已经在日夜赶制您的衣服了，而且我们丝衣库所有的绣女也在连日连夜的帮您赶制，现在就差最后一道工序了，做完之后我会找人送过去，还请格格开恩。春主也请格格开恩。那好吧，本格格也不是不通情理之人，这次就放过你。谢格格。童思库，本格格是在跟你说话吗？韩香，谢谢雪雁格格开恩。童思库，本格格现在要去沐浴，待会儿等衣服做好了，我要柳寒香亲自送到方清池，给本格格。是。韩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又不是头一回挨打了。好了好了，还是赶快赶工吧。大伙儿都注意了啊！你们可要绷紧了神经啊！务必把每一处都洗得仔仔细细、干干净净，切莫出了差错啊！知道吗？是。好，继续干活。奇怪，我怎么老觉得有人在看着我呀？你们看什么看啊？还不开门！是。
格格别紧张，这是热敷脖子，很舒服的，没事的，格格。格格，力道还行吗？还可以吧。灵儿、慧儿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等会儿要是韩香送衣服过来，就让她跪在外面等着。等本格格泡好澡了，再让她进来，知道了吗？是。桑华乌兰，你们的作品精美细致，看来你们两个在一起真是越来越默契了。至于其他的作品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尤其是韩香的作品，大方之中不失典雅，应属佳作。好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现在这些衣服做工精致，而且款式多样，我相信雪雁格格应该不会再挑剔了。这下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就是啊，这2天大家都累坏了。童词库，那我马上收拾一下，把这些衣服都送到方清池去。韩香，你去方清池以后，不管格格怎么激你，你都需忍一忍脾气。是啊，千万别让他再有机会欺负你了。是啊，谢谢你们，我会小心的。韩香，早去早回。嗯。麻烦2位姐姐通报一声，四衣库的绣女柳寒香来给格格送衣服来了。格格有令要你在大厅跪候着，等格格泡完澡才准你起来。格格，四衣库绣女柳寒香已经把衣服送来了。我方才不是说过了吗？本格格还想多泡一会儿，就让柳寒香跪在外面等着。是。我想清静些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有事儿我会叫你们的。是。2位姐姐，我手脚都麻了，实在是撑不住了。麻烦你们行行好，进去帮我探问一下，格格她究竟沐浴完了没有啊？你活腻了，竟敢催促格格？你还以为格格是你的绣女同袍吗？你若不要脑袋，我们还要呢。记着白天的教训吧，别惹格格生气了。安分点，好好候着吧。是。都过去半个时辰了，韩香怎么还没有回来呢？韩香该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？呀，糟了！雪雁格格不会又为难了韩香吧？说有吩咐的时候会叫你，你过来做什么？奴婢是来加热水的，没有恶意啊，格格。那就可以走路不出声了吗？啊，你是人还是鬼啊？那是奴婢
怕惊扰了格格。算，你别跟我解释了，灵儿。哥哥有什么吩咐？你们都不要再来烦我，即使站在屏风后面，也都给我转过身去，不许鬼鬼祟祟偷看我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下去。是。两位姐姐，韩香实在是撑不住了，麻烦你们就进去通报一声吧。格格洗了1个多时辰了，是有点奇怪。是，咱问问。过来，过来啊！怎么了？格格洗了1个多时辰，怎么还没有洗好啊？是有点久，但格格要我们背对着池子，所以我们也不清楚里面的状况。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吧？我方才刚被骂，若再惹格格生气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还是你去看看吧。我看看去。怎么了？雪雁死了。这不是真的，皇太后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皇太后，皇额娘，皇额娘，您保重身体。儿臣保证，一定会查明雪雁的死因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哀家的雪雁，她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死了？一旦若是地下有知，那该多伤心呢！小木子，奴才在。传御医和仵作，朕要彻查此事。这皇上，御医和仵作来了。叩见皇上。起来回话。谢皇上。雪雁格格为何突然猝死？启禀皇上，臣初步分析，格格是在昏厥之后头部入水，水入肺部而溺死的。格格怎么会突然昏厥呢？回皇上，卑职和仵作经过商讨之后认为，格格天生身体较弱，不耐方清池的热度，才会昏厥在池里，导致溺毙而亡。那你们确定雪雁格格之死没有他杀的嫌疑？目前没有任何线索证明是他杀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，我敢肯定，冷雪燕一定是被人害死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有证据吗？目前还没有证据，只是推测。怎么个推测法？因为命案发生的那天晚上，我人在外面，当我听到柳儿和杰儿的呼喊声，我和灵儿、慧儿就冲了进去。怎么了？我在第一时间仔细查看过雪燕淹死的现场。当时，雪燕口鼻都在水面之上，可是仵作却说是肺部进水溺死。如果雪燕真的是因为昏厥，口鼻入水溺死，那就不可能在溺死之后，口鼻反而突出水面。由此可见，一定是凶手把雪燕压入水中，待淹死她之后，为了掩饰雪燕拼死挣扎的痕迹，刻意调整过雪燕的姿势，让她看起来像自然死亡。证据是，雪燕的手心有因挣扎被浴池边缘擦出的伤痕。这些全都只是你的推论，根本不能算什么证据。而雪燕手心的伤痕，也不一定就是她当时挣扎的时候留下的。这当然只是推论而已。况且冷雪燕的身体明明就很好嘛，当初在四医库熬夜制衣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听她说过身体有不适啊。可是御医却说她是因为水温过高昏厥致死的，这未免也太悬了吧？这件事确实很难令人信服。我想你的推断也不无道理。不过，这还不是最玄奇的事情。哦，最奇怪的是，雪燕沐浴的时候，我们人都在外面，现场并没有入侵的痕迹啊。那么，凶手到底是怎样行凶的？这件事不管真相是怎么样的，刚刚你跟我说的这一番话，只要咱们两个知道就好。你千万不要随便跟人说起雪燕是被他杀的，以免惹祸上身。是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雪燕她是以以丹格格女儿的身份而死的。这就是我当初得知你的身世之后最为担心的。没想到，这样的惨事竟然真的发生了。看来，雪燕这回是做了你的替死鬼。前几天，我还因为雪燕抢走你格格的身份，一直都很自责。不过经过这件事情，证实了我的推论是没错的。这样说来，我也算是释怀了一些。不过雪燕的死，始终还是一件遗憾的事。佟司库，您的意思是说，杀害我娘的凶手，他发现我娘还有骨肉存活在这世上，所以想要斩草除根，出手杀了雪燕？正是如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要找到杀害雪燕的凶手，就等于找到了杀害我娘的凶手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敌在暗，我们防不胜防。之前你也说过，凶手到底是怎么行凶的，我们都不清楚，那又怎么抓出凶手呢？这……韩香，想不到你这么有本事啊！皇上过奖了，这不过是个巧合罢了。那是因为王爷不小心误食了奴婢故乡独有的黑独孤才会引发的症状。不过烈亲王怎么会去过你的家乡呢？回皇上，关于这件事，我也问过我阿玛。阿玛说是因为心情烦闷，所以才会出去散散心，没想到会在路上误食黑独孤。我娘亲的死，说不定跟烈亲王有关系。此话怎讲？佟司库，你还记得吗？烈亲王前些日子曾经去过我的家乡，因为不小心误食了黑独孤而中毒。是啊，而我的家乡离我娘过世的尼姑庵并不远，那烈亲王去那里
是因为什么呢？我想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。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以丹格格当年退列亲王的婚约，令列亲王非常伤心。后来列亲王得知以丹格格竟然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你说他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啊？由爱生恨也不无可能。假设他真的是由爱生恨的话，发誓要报仇泄恨，于是他在以丹格格分娩之际找到了以丹格格。当时他看到以丹格格抱着婴儿那幸福的模样，就想到自己当年被退婚的耻辱，因此下手纵火。正是因为良心未泯，看到当时还是婴儿的格太无辜，所以才出手相救。亦或是他根本就没有救人，只是捡到了玉蝴蝶，于是便拿回了家里给自己的孩子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和贝勒爷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啊。不过这些全都只是推论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啊，现在有太多的线索需要理清了。佟司库，明天您是否能帮我请一下格泰贝勒，让他来皇宫一趟？我可怜的外孙女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身子不好，就别太伤心了。郑亲王，列亲王，唉，这世上最开心的事，莫过于失而复得；最悲伤的事，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没想到这两件事居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，让我们老俩都赶上了。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呐！造化弄人，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。两位还是节哀顺变，保重身体要紧啊。桃儿啊，看来你我两家这辈子是注定无缘当亲家了。哎，你说这雪雁格格是不是没那个命啊？竟然在皇上的收养典礼前一天病死了！哎呀，真是红颜薄命啊！哎，你听谁说的？我猜那个雪雁格格压根儿就不是生病死的啊！真的？我听说她是入狱暴毙。哦，她从秀女变成格格，整个人的个性都变了，还回过头去刁难她曾经待过的司仪库。还有这听说呀，这个格格入狱暴毙前呢，还让司仪库的柳含香跪在方清池足足1个时辰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是啊，可见啊，做人还是别忘本，否则会有报应的。那是啊。妈妈，什么事啊？我突然想到，在宫中还有些事情，就不陪你回去了。哦，你最近宫里事还挺多的。都是些小事。那好吧，别在宫中逗留太久，省得别人说闲话。还是知道。参见贝勒爷。免礼。贝勒爷，您来的正好，韩香要我去请您过来一趟呢。韩香找我，什么事啊？您随我来便知道了。什么？你们正在调查杀死以丹格格的凶手？嘘，小声一点儿。这件事还请贝勒爷一定要替我们保密啊。那你们打算怎么调查呢？昨天晚上，经过我和佟司库的推敲，雪雁的死很有可能跟当年杀害以丹格格的凶手有所关联，所以我们恳请贝勒爷帮忙，看看能不能从列亲王那里找到什么线索，好让我们可以追查下去。你们怀疑以丹格格的死跟我阿玛有关？我们不是怀疑列亲王，而是因为列亲王与以丹格格曾经有过婚约。
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是最亲密的人，所以我们才希望格泰贝勒您帮忙，看能否找到伊丹格格死亡的线索。伊丹格格死亡的线索？是啊，比如伊丹格格和列亲王他们往来的书信当中，可有提到什么可疑的人或者事物之类的？贝勒爷，您不是曾经说过愿意帮韩香的吗？所以我们才大胆向贝勒爷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希望贝勒爷您不要见怪。佟司库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我想雪雁意外死亡，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她究竟真的是意外身亡，还是他杀？如果这样能够帮助韩香，这个忙我肯定会帮。我也希望能够尽快找出线索，找到真正的凶手。谢谢贝勒爷的帮忙。韩香，你别这么说，能够帮助你，我义不容辞。此事当真？奴才亲耳所闻。韩香为什么要查雪雁的死因呢？我记得韩香跟雪雁相处的不是很好，感情不好，不是吗？只可惜，奴才只听到了后半段，不知道原因。但是他们要调查雪雁死因这件事情是确定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找佟司库来问个明白，不就成了？太子殿下且慢，奴才倒认为，这是殿下虏获柳含香芳心的大好时机。此话怎讲？上回太子殿下已经在柳含香面前留下了好印象，这回要是……我有事出去一趟，晚点再回来，晚膳就不要替我准备了。是。哎，阿玛，你要去哪儿？约了几个大臣，有要事商量。哎，巴布跟渤海呢？还是不知道啊。这两个孩子，一天到晚不见人影。如果你见到他们俩，叫他们别再出门。我回来以后有事找他们。是。你也是，有时间的话多读点书，要不然找个正经的事做，不要老往宫里跑。要是让皇上觉得你游手好闲，大臣们再参上你一本，那就有你受的了。孩儿知道了。王爷，您这刚出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啊，忘了一件东西，回来拿一下。哦。泰尔，你在我房间里做什么？哦，阿玛，我刚刚看见一只蛐蛐跑进来了，所以想进来抓蛐蛐。我的房子里怎么会有蛐蛐呢？孩儿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会不会是大哥、二哥他们买回来的呢？你刚才说他们两个不在家，现在突然回来了？哦，孩儿也只是猜想。不如我去看看他们回来了没有啊？
你怎么做事的？我不是跟你交代过，只要我不在王府里，我房间的门就要锁起来吗？难道你忘了？奴才知错了，奴才记住了。王爷，皇上意欲再对噶尔丹用兵，朝臣们有主战，也有主和，吵了好几天，莫衷一是啊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王爷曾任安北大将军，随陛下亲征，最清楚皇上的心意了，所以同僚们派我来询问，王爷的意思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等王大人来的时候，咱们再参详参详。是。闪开，闪开！萨尔宽将军，萨尔宽将军这么急着回宫，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朕要你查的事办得如何？启禀皇上，末将已经查清楚了，冷雪燕并非以丹格格的女儿。雪燕不是以丹的女儿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皇额娘，是儿臣让萨尔宽私下去追查的。虽然以丹的玉印在雪燕的手中，但是光凭一枚玉印就断定她是以丹的女儿，其实儿臣心中还是存有疑虑的，所以才派萨尔宽去调查雪燕的来历。然后呢？回皇太后的话，末将依据到皇上的指令，便火速前往冷雪燕的家乡去探查。确定了冷雪燕身世以后，末将便火速回京，向皇上禀报此事。既然雪燕是冷氏夫妇的亲生女儿，自然不可能是以丹的骨肉。皇额娘，还请您宽心，别再为了雪燕的死而难过了。没想到，雪燕竟然骗了咱们所有人。儿臣得知，雪燕并非是以丹的亲生骨肉，虽感到有些遗憾，但也庆幸这回不幸丧命的人，跟以丹没有血缘关系。只是让儿臣好奇的是，雪燕的手中怎么会有以丹的玉印？萨尔宽，你这次去探查的时候，可有发现任何有关于玉印的线索？回皇上的话，末将倒是没有打听到与玉印有关的任何消息。那就可惜了。皇额娘，既然雪燕不是皇室的人，那就没有必要劳师动众为她大葬了。儿臣已经下令取消葬礼，并派人将此事转告给了正亲王。皇太后，你就不要太难过了。冷雪燕又不是以丹格格的亲骨肉，何必为了一个外人伤神呢？哀家没想到雪燕会骗哀家，哀家一直都把她当成以丹的女儿捧在手心，好好疼爱着。皇太后，犯不着为一个野心勃勃的野丫头，整天茶不思，饭不想的，这样我们看着也心疼啊。哼，这个冷雪燕真是太过分了，竟敢冒充以丹格格的女儿。要我说啊，就应该让皇上把她碎尸万段才是呢。罢了，皇上一向仁德，他已经不打算再追究此事。更何况死者为大，皇上也已经下令
要相关人等进口必谈此事。你们也别到处乱说，知道吗？是皇太后。如果一旦哥哥真有儿女留在这世上，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流浪何方？原来雪雁知道当年杀死以丹格格的真凶是谁，所以威胁了凶手，才拿到那枚玉印的呀。是怎么这么大胆，竟然还敢威胁凶手？哎呦，可说你们交头接耳都说些什么呀？叩见皇上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问你们，是谁说的？雪雁知道杀死以丹格格的真凶？奴才是听青儿说的。青儿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回皇上，青儿是听御膳房的人说的。御膳房怎么又扯到御膳房去了？皇上，不只是御膳房，现在整个宫里到处都在传，众说纷纭的。可是谁也不晓得真相到底是什么。不晓得真相，就开始瞎猜，搞得谣言满天飞，岂有此理！小木子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以后宫里不许再提雪雁跟以丹格格的事，否则一律处以重刑，绝不宽待。这。你们都来了，进来说话吧。是。什么事？皇上，睿靖公主的嫁衣凤袍以及家居服6套，跟鞋帽袜帕各8套，均已制成。行了，如期制成就行了啊！朕现在没什么心思，直接送去公主那儿就行了。是。没事的话，统统退下吧。奴婢告退。王公公，皇上怎么了？看皇上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是啊，我们连夜赶制的嫁衣，皇上连看都没看一眼。还不是因为雪雁那丫头，人死了却扯出她假冒格格的事儿，现在宫里边传得沸沸扬扬，这要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皇上刚才下令，以后不准你们任何人再提起雪雁跟以丹格格的事儿，你们可千万别乱传啊！是。雪雁的死已经引起了宫中众多人的议论，不过皇上就此下令，不准任何人再提此事。如此一来，可就棘手了。唉，本来我想借机调查下去，好揪出当年杀害我娘的真正凶手，看来这个计策是行不通了。韩香，我劝你还是暂时放手，别再追查下去了，否则我真的怕。童思阔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不过无论如何，韩香不会就此罢手的。为了我娘，我非要揪出那个凶手不可。就知道你这个倔脾气跟你额娘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才担心呢。你千万不要贸然行事，免得一旦惹恼了皇上，到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韩香明白，韩香一定会低调进行搜证，不会太招摇的。你想想，雪雁她以丹格格女儿的身份，才刚刚出现没有多久，就死于非命，可见这个凶手心狠手辣的程度，并非是你我这样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。所以，我要再一次提醒你，你可千万不要成为凶手下一个锁定的对象。既然凶手在案，我当然不会明着查案了。我只要在暗地里拼凑线索，相信总会找出蛛丝马迹的。那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查起呢？